今年太惨了，什么都跌，创业也难，什么盼头都没有，已经亏损了怎么办？做投资怕亏怎么办？如何选择资产，本质上也就是如何针对资产去择时。这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，这一段话我在主团上个星期已经分享过，我想跟所有的朋友们再次分享一下。这个是林鹏写的一段话哈，林鹏是中国这个策略分析的当时的申万的首席，也做过公募的基金经理，他写的书现在是行业的教材，他也在做私募。我们看他怎么说。这个话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我反复看了2-3遍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它截了个图。我想着这些话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我觉得很多人对大势判断有误解哈。我们所谓的大势判断不是猜指数涨跌，而是比较各类资产的相对价值。好了，怎么比较？2种方法去比较，一个是自己跟自己比，一个是自己跟别人比，这就是比较。他说各类资产的相对，他这里提到的是自己跟别人比，就是套利 K 线去比。套利 K 线不懂的，往回去看我们以前的视频都有讲过。自己跟别人比用套利 K 线，自己跟自己比用什么？自己跟自己比是周期位置。他这里讲的是各类资产相对价值，就是套利 K 线。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持续不断的猜对指数涨跌，但是不同资产的相对位置是可以比较的。哎呀，说的太好了。举个例子说，在2018年9月，我们通过大量研究，觉得创业板指数非常有价值，所以大量买入 ETF。然后呢，怎么着？10月份的时候，创业板指数从1300跌到1200，在底部停留了4个月的时间。在具体的时间和点位上看，我们似乎都不正确，但这笔投资却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。我们想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这个时候？我们从周期位置底部进去，我们需要等待，好像是目前它没有马上上去，似乎都不正确，可是最终怎么样，现在还没有盖棺定论。他说同样的道理，2020年我们很早就看空核心资产，但这些股票在我们看空的基础上又涨了一大波，并且持续的时间很长。因此从猜点位的角度看，我们似乎都是错的，但从大势判断的角度，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。那个位置上继续持有这些股票，风险收益是完全不对称的。这也是最近3年很多人大幅亏损的原因。很多人讲说，我现在还没有赚钱。我当时跟你们讲，我们讲说周期位置它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这种位置开始关注的时候，这里会不会涨？会。但是问题在于说，你这个位置，看这些股票风险和收益是完全不对称的，这也是最近3年很多人大幅亏损的原因。看，狂欢一阵子就下来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市场，或者开始关注投资，你在这个时间段你是啥也干不了的。市场也是有周期的，你要在这种位置去做，体验会更好。因此我们所谓的大势判断是对整体市场的位置评估，简直就是我们不是去猜未来一段时间该市场的涨跌。我们所谓的大势判断就是在股票、债券、商品、外汇和现金之间进行评估，套利 K 线，对吧？因为钱总归是以一种形式存在的。这句话说的特别好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政府发出来那么多的 M2 流通到市场当中，这些 M2 这些钱要以什么形式存在？后面我们还会讲，后面我做一些数据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坚持听到最后哈。好了，这些钱发出来之后，要么股票，要么债，要么商品，要么外汇，要么现金哈，要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实体的消费经济嘛，对吗？流通嘛， GDP， 把整个 GDP 刨出去嘛。这个 GDP 我们就先不说，我们就说这些是我们要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哈，因为钱总归是有一种形式存在的，要么股票，要么变成债券，
要么就是商品、外汇或者拿着不动。通过对不同市场、不同资产的评估，可以大致知道 A 股是否被系统性的高估或者低估。这一段话写得非常好，简直就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反复跟大家讲的内容。你说做投资怕亏怎么办？我想问你，你们知不知道每个月的 M2 有多高？ M2 是什么？是可流动的钱，这个是市场流通的 M2。这个数据不会每天蹦到你的手机里给你一个提示的，它不会。同比是10个点哈，这里是10，看这个是蓝色的线是同比哈，增长率嘛，同比是10。好了，我想问，馒头的价格同比能不能达到10%？馒头会不会？食品会不会？食品不会，达不到。那么钱去哪儿了？放出来的这么多的钱，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的这些现金就是这些钱。好了，这些钱在全市场不断的在积累，是一条这样的曲线。你的钱在贬值，它不会每天早上通过手机提醒你的，可是你看不到吗？你忽略了。99.9%的人是忽略的，是看不到的。他只看着你脚下的路，你自己脚下的路，每天在工作而已。你忘记了你挣的钱每天都是在贬值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讲什么？那么 A 股占这一条线里的多少？我们用沪深两市的市值除以中国的 M2， 就得到了这一条线。现在在哪里？看看它占全市场在哪里？看，占全市场在这里。你们觉得它将来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？你说，我现在亏了，我要怎么办？那你说呢？你说你是把这个钱，反正你总归是要有一种形式去存在的嘛，你不可能变成现金嘛。那你拿在手里，你还跑不赢 M2 呢，就是你跑输了全社会，那怎么办？你总归要以一种形式存在吧，对吧？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嘛。好了，你们掂量你手里的那点钱，咱们手里的那点钱，咱们手里的这点家庭财富，总要有一种形式去存在，是股票、债券还是商品还是外汇嘛？现金肯定不行了， M2 都这样了，你放在现金，对吧？好了，怎么看？是选择那个在这个位置的，还是选择那个在这个位置的？总归要选嘛。假如你不想跑输全社会的话，总归要选嘛。你说我亏了怎么办？你别管你亏了还是赚了，你现在要把你的钱选择一种形式去存在，哪个？选择在下面的。我们的任务就是选择那个它目前占你整个流通，就这个钱的存在形式，在拉长周期的时候，它是处在底部的。那这一种形式将来就会往上走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总要去有一种形式存在。现在 A 股是处在这个位置。还有一个东西大家肯定也很感兴趣，我们去年其实一直在讲这个方向，并不是我有多看好这个方向啊，是因为当时就是拿这个做案例嘛，对吧？医药生物，你们知不知道医药生物占 M2 多少？就医药生物这个方向占这整个 M2 多少？我们上次在讲中国房地产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了人口结构哈，那一个大肚子那块往上移就是将来的人口老龄化，对吧？所以我说我们拉长周期看的话，医药生物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。我们把股票这种形式再细分下去，这就是那个图，申万行业指数总市值除以 M2， 这就是它的周期呀。你要选什么样的行业？选处在这儿的行业，还是处在这儿的行业，还是处在这儿的行业？你肯定要选处在这儿的行业，对不对？那医药就占用这种位置。那么不同的方向都有不同的位置，总归要有一种形式去存在。说的不是你，说的是全社会的钱嘛，总归要有一种形式存在嘛。至于你是选择去做投资，还是选择跑输全社会 M2， 那是你的选择。可是说实话，我们没有选择，必须要做。你说亏了怎么办？亏了就用数据
去理性分析，告诉自己你正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。在底部太久了，是我能够理解，可是我们别无选择。你为了要跑赢 M2， 你总要去选择一种形式来做你的现金吧，来做你的资产吧。用长期思维去做投资，用数据去做投资。谁坚持不住，谁就是韭菜；谁坚持住，谁就赢了。大部分的人是坚持不住的。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